每日更新最新短剧，感谢订阅。仅仅一块巧克力，却引发了一段无比尴尬的邂逅。女孩拿起桌上的巧克力就吃了起来，男人顿时目瞪口呆。为了宣示主权，他也拿起一块放到了嘴里，再给出一个幽默的眼神看向了女孩。然而男人的行为却让女孩不由得发笑，竟然又拿起一块巧克力吃了起来。瞬间，一种奇妙的氛围笼罩着两人。趁女孩打电话的期间，男人偷偷地将女孩画了下来，正想要进一步交流时，可不料女孩已到了站台。眼看女孩即将离开，面对男孩的好意，女孩只是用富有深意的笑容回应了他。当男人还沉浸在两人这奇妙的际遇时，随后的一幕却让他啪啪打脸。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同款巧克力竟然完好的放在自己的口袋，他忽然恍然大悟，顿时被自己刚才的逗逼行为引得啼笑皆非。原来小丑竟是自己，可也就是今日的相遇，他俩的命运将会紧紧的绑在一起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两人竟然又在列车上不期而遇。Il fatto è che anch'io ne avevo comprata una e spero che tu l'abbia capito magari in seguito. Sì, avrei voluto vedere la tua faccia quando te ne sei accorto. Un brutto momento per me. 为了表达歉意，卡梅隆将女孩的画像送给了她。缘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将两颗毫无交集的心巧妙地拉近在了一起。就这样，两人彻底坠入了爱河。而没过多久，女人便怀孕了。随后诞下一名可爱的男孩，有了孩子的加入，也使这个小家变得更加温馨与幸福了。原本以为这份美好会一直延续下去，直到某一天的到来，卡梅隆的身体突然的不受控制，猛地晕倒在了洗手间里，还好一会便醒了过来。因害怕惊醒熟睡中的妻子，于是他关上了卫生间的房门。可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和猝不及防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卡梅隆不幸地患上了绝症，他无法接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事实，仿佛整颗心被重石狠狠地压着，却无处可逃，也无可奈何。可看着妻儿目前幸福的模样时，他却不知该如何提起此事。他忽然想起妻子因为弟弟的离世，那种痛心和抑郁竟折磨了他长达半年之久。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那就是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卡梅隆来代替自己陪伴妻儿。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当见到真的克隆体时，却还是被震惊了。他皮肤的颜色和纹路与自己竟然如出一辙，就连手上的触感都丝毫不差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克隆人的手上多了一颗痣。可以想到克隆人将会代替自己与妻儿生活在一起，顿时一股不安涌上心头。他无法接受将自己的妻儿拱手让与他人。医生看出了他的担忧，并未多做挽留，只是介绍他去见了另一名已经融入生活的克隆人。而他的克隆记忆已经被完全抽离了，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克隆人，他只知道自己就是孩子的妈妈。而孩子也丝毫没有发觉异常，他有着正常人的思维，他爱家人爱孩子，并努力地生活着。这一刻，卡梅隆开始接受了克隆人的存在。于是他告诉妻子，自己将会出差一段时间，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他将完成自己与克隆人的记忆输送任务。他缓缓闭上眼睛，过往记忆不断在脑海闪现，他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将以这样的方式完美复刻进另一个大脑里。虽然过程很短，也未产生任何不适，可当他醒来时，却似乎感觉自己已不再是自己。他好像丢失了所有刻骨铭心的一切，而自己也永将被他人所代替，包括自己深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。随着实验的结束，克隆人彻底苏醒了，他开始真正的存在于这个世界，并且带着卡梅隆所有的记忆。接着医生让卡梅隆躲在暗处观看克隆人的记忆传输情况。然而不出所料，实验异常成功，克隆人拥有了自己所有的记忆。当真正与克隆体相见的那一刻，两人似乎都不太能接受这样的情况。当克隆人得知自己竟是别人的替代品时，也因此耿耿于怀。可对卡梅隆来说，他又何尝希望别人来代替自己呢？随后为了进一步验证克隆人，医生打算让克隆人与妻子通话进行测试，而卡梅隆只需要在一旁观看效果即可。在电话未拨通前，克隆人还显得无比忐忑，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妻子的脸庞让他顿时放松了下来。那也是他记忆深处最熟悉的人。他与妻子侃侃而谈，他们聊孩子，聊生活，聊过去和未来，丝毫没有任何的破绽。可看他们聊得越喜笑颜开，卡梅隆的心里却越是悲痛欲绝。或许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他无法眼看着别人与自己的女人亲密而谈，而一想起妻子将会称呼他为老公，自己的孩子也会称呼他为爸爸，内心的酸楚顿时猛地涌上了心头。他随即强制关掉了通话，可他这样的做法瞬间引起了克隆人的不满。Che cosa hai fatto? Non mi piace. E a me sì, secondo te?
Parlare con mia moglie sotto i riflettori. Lei non è tua moglie! 克隆人无法接受自己一醒来便是别人的替代品，更无法接受别人来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他虽然有着卡梅隆的记忆，但也有着自己完整独立的思想，而同样卡梅隆也无法坦然地面对这一切。在他们争吵越发声嘶力竭之际，卡梅隆的疾病却突然发作了起来。克隆人顿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后怕，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骄傲和无可奈何，却也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枷锁。在医生的劝解之下，克隆人主动找到了卡梅隆，他们都明白这都不是对方的错，只是一个深爱家庭的男人做出的一些无可奈何。他们同样的热爱生活，也有着看待世界几乎一致的三观，而不同的是，卡梅隆即将成为过去，而克隆人将会彻底代替他融入自己的生活。随后他们被医生安排了朝夕相处一段时间，而在这几天里，他们竟然有着几乎雷同的生活习惯。卡梅隆不吃花生，而克隆人也一样，就连吃饭的姿势也是不约而同。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他们就是同一个人。卡梅隆打算回家与妻子做最后的告别，可命运却再一次与他开了一个玩笑。就在走到家门口时，却突然疾病发作，随即躺在地上不受控制地开始抽搐，而这一幕正好让医生从监控中目睹了下来。他们也为卡梅隆捏了一把冷汗，还好片刻之后他便醒了过来。于是害怕妻子发现自己的秘密，卡梅隆立即爬回了车里，病痛无情地折磨着卡梅隆的身体，仿佛在他与亲人之间画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带给妻子丝毫的幸福，于是他忍着伤痛离开了这里。可当回到实验室后，卡梅隆却彻底晕了过去。为了不被卡梅隆的妻子发现异样，医生私自做了决定，他打算先让克隆人代替卡梅隆回去。于是他来到了记忆中无比熟悉的家门口，他犹豫了片刻，仿佛过去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。但当看到妻子的笑容时，他知道自己的担忧都是多余。可直到狗狗对着他不停地吼叫时，他似乎又想起了自己不过是个替代品而已。与此同时，卡梅隆从实验室醒来，当得知克隆人已经替自己回了家时，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，冲着医生便是一通咆哮。Non ho ancora chiuso! 可医生接下来的话却顿时让他无话可说。 Non sia cieco, Cameron. Vaffanculo. Lei sta morendo. 不管自己是如何的不愿意接受，可现实就是现实，他所能做的也只有面对而已。于是往后，即便他在思念自己的家人，也只能从监控中来排解自己的相思。这种感觉深沉而绵长，如同永久的黑夜。或许也曾试图让自己放手，可思念却在心底不停地萦绕，而现实又如同一击重锤，一锤一锤地砸在自己的心头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克隆人越来越频繁地关了家里的监控，这让卡梅隆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怒火。他只好找到医生一通发泄，可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解决方案。无法看见家人的日子，使卡梅隆想家的情绪越来越浓烈。担心之余，他甚至梦到了克隆人家暴自己的妻子。他能接受命运给自己带来的所有痛苦，却无法接受妻子遭受丝毫的委屈。于是他打算趁着黑夜，悄悄地潜入自己的家里，只为查看自己的妻儿是否安好。当他来到自己房间时，他被满屋的书画惊住了。没想到他竟然重新拿起了自己丢掉的画笔，他又打开了克隆人与妻子的聊天记录。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家事，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温馨与爱意。他会给妻子足够的情绪价值，也会陪儿子欢快的玩耍。他或许比自己做的还要好。就在这时，克隆人突然来到了屋里。原本以为克隆人会排斥自己的到来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完全理解自己，并给了他时间与妻儿做最后的告别。他们先是互换了衣服，再来到了儿子的身旁。他轻轻地叫醒了熟睡中的儿子，强压着嗓子与儿子做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告别。看着儿子稚嫩的脸庞，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看到孩子长大的模样，也无法陪伴他走入婚姻的殿堂。眼角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，就如同内心的一场暴雨，狠狠地撕裂了他的心灵，也浸湿了他的灵魂。他安抚好儿子睡下后，又来到了妻子的身旁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，内心有千言万语想要与妻子述说，此刻却都只化着了一句“我爱你”。妻子感受到了丈夫失落的情绪，于是立马拥抱着丈夫安慰起来。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都有我陪在你的身旁，我们的未来还很长很长。听着妻子的话语，卡梅隆再一次湿了眼眶。或许他此刻也在心底默默祈求，如果这些只是一场梦该有多好。但看着眼前的妻子，一切都好。他庆幸自己没有将实情告诉她，即便往后没有了自己，也会有一个人替自己好好爱她。在分别前，卡梅隆将自己的婚戒传给了克隆人，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，他将彻底的退出了这个家。他不再有家人，不再有朋友，而只有孤独的自己。可他却不曾后悔自己的决定。后来医生告诉了他，克隆人已经抽离了关于克隆的所有记忆，此刻他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卡梅隆了。而他在抽离记忆之前，克隆人给他留下了一份特殊的礼物，那是一段妻子对爱人讲下的情话。Amore, 变成灰色，我们还是有既往的冷漠，感受 Io ti amo. Aspetta, io cosa ti senti in testa? Sto aspettando le carote. sul serio, P.
Guardami negli occhi 回 e 想 dimmi che 我 mi 们 ami. 走过的那些日子，只有我 Nessuno, tu. 了， Avanti, 别 per 人 favore. 没法懂得。 Ho bisogno di sentirlo. 能不能放我？ Io ti amo, Cameron Turner. 我走了，你别再难过。 E sempre. 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 Sei stata brava. 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后来卡梅隆消失在了青山绿水之间，也或许他从未消失，亦或许他化身了和煦的阳光，围绕在他所爱的人身旁。